我是郭皮儿，甜蜜家园前情提要。出于大家的安全考虑，阿贤在恩贺的指挥下，将韩斗直等人带到了1楼。同时，八脸也找到了邋遢男虐杀孩子的犯罪证据。他亲手将对方制裁后，将尸体扔给了外面的长蛇怪作为晚餐。而长蛇怪正在享用这顿美食时，却被一只体型巨大的怪物捏成了渣。时间退回到20年前的9月，那会儿八脸刚刚从火场里死里逃生。他找到纵火犯黄胜载，质问他为什么那么做。黄胜载却用挑衅的目光回答他说，因为那样很好玩，何况自己也被法庭惩罚了。这直接让八脸男爆发，他一刀将黄胜载带走。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替天行道、给钱就办事的冷酷杀手。1个多月前，一个父亲找到他，想让他查找女儿润亚的下落。这位父亲知道这件事情肯定和邋遢男有关，但法律却帮不了自己，而自己时日无多。八脸本来懒得搭理这种小孩子失踪的事儿，但经不住孩子父亲苦苦哀求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这就有了之后他绑架邋遢男，百般折磨对方，并将他干掉的事情。那串腰上的挂件就是润亚生前的挂饰，而那位父亲不久前就去世了。八脸从昏迷中醒来后，仍然拒绝佑利的帮助，还差点掐死了他。佑利也不想去管他了，将绷带扔到他面前，一个人躲到旁边，用起了哮喘喷雾。早上他发现了父亲机械，用望远镜查看外面的情况，猜出了他是想趁机骑摩托离开。于是他不由分说将车钥匙拿走，告诉他现在可不能动歪心眼，钥匙被收走了，机械也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对于怎么处理八脸的去留，众人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讨论。刘载焕正说着自己的担忧，八脸就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，吓得他赶紧闪到了一边。这时所长站了出来，对他表示了感谢。正当他解下脖子上的项链想作为报酬的时候，八脸却自顾自地走到众人搭建的简易墓碑前，他挖了个小坑，将挂件连同那串钥匙一起埋了。然后他将润亚的照片烧给了那位父亲，还有对方给的报酬。郑载宪有些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烧掉这些。八脸觉得是自己没有好好完成那位父亲的嘱托。郑载宪将手机还给了他，自己已经看过那里面的内容，知道了一切。他虽然不能接受以暴制暴的方式，却还是对八脸说了一句辛苦了。正要离开时，八脸叫住了他，他想让郑载宪替他为死者祈祷，而主应该更青睐郑载宪这样的伪光正的人。这时在卫生间里的智秀也出现了喷鼻血的症状，看起来他也要变异了。这可吓坏了大家伙。恩贺急忙吹起了哨子，让大家严阵以待。很快他就落入了大家提前准备好的陷阱，被吊在了半空中。恩佑却站出来一顿冷嘲热讽。郑一景也无视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他提起消防斧从他们中走过。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演习。郑一景提起消防斧，将面前大门的锁劈开，他要去拿之前掉落的手机。路上一些回忆也涌现出来。2个多月前，他跟未婚夫向元非常恩爱。当时向元忙着医院里安排的工作，所以1个月只能和郑一景聚餐1次，他也很无奈。聊着聊着，郑一景发现了向元注册的博客科鲁科鲁，正想仔细看看，向元却以蹩脚的理由慌乱地将平板电脑收进了抽屉里。郑一景拿回手机后，恩贺却要求他离开这里，他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消防员，可他看起来不像能帮得上忙的人。而他刚好要去外面做一些事情，所以就坦然接受了。他骑上机械停在外面的摩托，扬长而去。风驰电掣的速度看得老爷子一阵心疼啊。恩贺解释说，这也是替自己还个人情。这让机械更不明白了，你的人情跟我的摩托有什么关系啊？而郑载宪最终还是拒绝了代替八脸为逝者祈祷的要求。他认为主并不会接受这种祈祷方式。超市里他第一次品尝了烈酒的味道，然后就将这里拜托给了八脸。这里很适合一个人放手，他们现在都需要用新的方式继续战斗。刚刚识字的英秀看到战斗小组成员名单里没有自己，机械只能哄他说，因为他是最重要的秘密武器。说着还煞有介事地戴上了墨镜，俨然一副老大的派头。除此之外，恩贺还根据目前的情况制定了一份生存准则，其中一条就是隔离阿贤这样的感染者。韩斗直有些不满，他觉得恩贺这么做不对。恩贺告诉他自己是出于安全考虑，而现在大家也离不开阿贤。说完他就再次让阿贤到楼上搜集物资。路上阿贤利用钓鱼线在大楼内部做了一个简单的报警系统。正当他搜集好了物资准备离开时，门外的报警系统突然响了起来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，突然冒出的怪物就把他撞翻在外。来者正是之前被佑利吓跑的巴里怪。与此同时，超市里的众人开始担心起阿贤的安全。刘载焕刚说出了一句不用担心，门外就响起了口哨声。恩贺第一个抄起棒球棍就冲了出来，看到了眼前出现的长毛怪。老板娘眼就认出这个怪物是自己变异后的丈夫，
她走过去，含了一超级铁棍将丈夫爆头。这时阿贤像没事人一样带着搜集的物资平安归来。血泊中，他看到了自己第二人格正在嘲笑着自己，他没有理会，将物资放下后自顾自地返回了禁闭室。晚上，老板娘回想起了丈夫死前说的那句对不起，这句话她等了30年，可惜什么都晚了。狂飙了一夜，郑义景在天亮时赶到了1个多月前向原遇害的地方。当时领导没有同意他去现场搜寻尸体的请求，这让他当场辞了职。他来到向原当年的工位，从抽屉里找到了那张平板电脑，解开密码后，他在一大串的备忘录里找到了克鲁克鲁那篇博客的原文。向原声称，即使成为实验对象，他要解决这个感染现象。那些被感染超过15天的人，情况就会稳定下来，成为特殊感染者。这类人是唯一能够终结这噩梦的希望。刚看到这里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就将他蒙上头带走了。晚上，公寓再一次陷入了停电状态。这时候，粮食和水也所剩无几了，消极的情绪弥漫到了每个人身上。恩赫对这种情况有所预料，只是来得比自己预计的快。断电是一回事，但断水才是要命的。智秀佩服他这种时候还能这么冷静地分析问题，但他想知道大家还能活下去吗？阿贤在睡梦中和自己的第二人格再次相遇，对方想让他彻底成为怪物，被他一个电疗就给逼退了。他醒来时，恩佑在旁边头也不动地看着手里的小说，他嘲讽了阿贤一句，问起了他手上伤疤的痕迹。阿贤解释说这是自己自残导致的，这让恩佑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。他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，阿贤真的需要暴走一次才行，痛就说出来，这不丢人。走到门口时，与智秀和哥哥恩赫相遇，不由得又跟智秀斗起了嘴。恩赫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直接甩了他一耳光。恩赫将心里的想法对阿贤说了出来，现在的情况已经无法保证大家的安全了，而阿贤自愈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这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加。虽然怪物不一定都会害人，但始终都有那条过不去的坎儿。他希望阿贤彻底变异前，为大家找一条出路，但阿贤却在地下室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被先前那只蜘蛛怪袭击了。与此同时，虽然被捆住了双手，郑义景还是向那群军警询问向原的下落。为首的女军官用那篇文章回答了他，就算向原还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也不能算作活着了。他想知道郑义景都知道什么。郑义景猜测出他们正在寻找特殊感染者，便以这个作为筹码，让他们放了自己。因为阿贤突然从监视器上面消失，恩赫便叫上智秀、郑宰宪和巴里3人一起前去寻找。小心翼翼地绕开熟睡的巴里怪后，看到了被一团发光液体包裹在半空的阿贤，好不容易将他救了出来。智秀突然感到一阵腹痛，发出的声音让熟睡的巴里怪醒了过来。恩赫虽然射中了他的眼睛，但却被对方一巴掌甩飞，之后又若无其事地向他走来。他知道不是对手，于是和郑宰宪一起躲在了车底下，然后用手中的钥匙启动了远处的车辆，以此吸引巴里怪的注意。趁着巴里怪走神的功夫，他们开走一辆车，接上其他3人，5人上演了一场险象环生的科目3现场考试。车子没开出去多久就被迫停了下来，没办法呀，他们只能下车，怪物们肉搏。在巴里怪冲上来的一瞬间，机械拿着自制的喷火器过来，点燃了眼前的这群怪物。与此同时，那只蜘蛛怪也袭击了秀英，韩斗直败下阵来，从轮椅上摔了下来，眼看着秀英就要惨遭毒手，男人们却都不敢出去救人。佑利和恩佑打心眼里鄙视这群人，他们最先冲出去，拉着事先布置的绳子将怪物吊了起来。其他几个女人受到情绪的感染，也纷纷来帮忙，救下了智秀和受伤的韩斗直的命。但没过多久，蜘蛛怪就挣脱了束缚。好在6人组及时赶了回来，阿贤对着蜘蛛怪一通电疗，加上唤醒自己的第二人格，成功打败了他。之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自己，默默地准备回禁闭室。短发女住户知恩叫住了他，将武器还给他之后，又为之前的事道了歉。恩赫也转变了想法，让阿贤自己来决定是否正式融入大家。犹豫了一会儿，阿贤还是回到了禁闭室，被韩斗直包扎了伤口后，尤利指责了巴脸抽烟消极的态度，这也让巴脸放下了戒备心。他同意尤利治疗自己。掀开衣服后，尤利看到了他背后触目惊心的伤口，他没有说什么，默默替他上药。尽管阿贤选择融入，但他的身份还是让大家有所忌惮。只有吉谢和他们坐在了一起，他露出了身上手术的痕迹。医生曾说自己活不过半年，可现在他还好好的。秘诀就是好好的吃饭。老爷子的乐观精神感染了他们开始大口吃起了饭。与此同时，恩赫为妹妹恩佑端来了晚饭，还细心地给她贴上了创可贴。看着哥哥受损的眼镜架，
恩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，他简单的修复了一下，将他重新带回了哥哥的脸上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恩赫感觉到他们兄妹的感情有了一点恢复。走廊上，秀英姐弟俩起了争执，秀英一把将弟弟推倒，韩斗直过来想打圆场，却被秀英拒绝了。现在弟弟只有自己一个亲人来保护他了，如果自己没有枪，那到时候被怪物杀了，弟弟也活不成。刘载焕洗澡时，水突然变成了黑色，恩赫立刻找到韩斗直商量对策。这是水箱里的水受到污染导致的，他原本以为还能撑半个月，现在得去地下室跑一趟了。地下室的大门前，他们遇到了拉着一箱快递包裹出来的孙慧仁和城管。恩赫顾不上责怪他们，就径直推着韩斗直再次走进了里面。他需要韩斗直把眼前的路虎改装一下，然后开着他去搜集更多的物资，确保撑下去。因此必须在人心动摇前把车改装好。这番话让不远处的城管听到了，但他却误以为是恩赫想要抛弃大家逃跑。孙慧仁将那些快递分给了各自的主人。刘载焕注意到他冒领的一个快递收件人是向元，解释了他是郑义景的未婚夫后，孙慧仁又不由得担心起郑义景来了。而郑义景此时刚刚被那群军警放了下来，女军官让其他人退后，和他单独聊了起来。之前他们找过几个感染者，但那群人不是变成怪物就是失控死亡，唯一一个撑过15天的特殊感染者还失踪了。郑义景必须确保自己认识那个特殊感染者撑过15天。看着递过来的信号器，郑义景的眼神很复杂。看到恩赫的记录，再看着他们忙着搬东西，城管越发觉得他们是想抛弃大家逃跑。他掏出刀子威胁恩赫交出车钥匙，却被身后的八脸一拳放倒。他歇斯底里的叫着大家都会完蛋，却被机械的眼神杀怼得哑了火。他告诉城管，像他这种被恐惧吓破胆的人会最先丧命。一场闹剧结束，恩赫向众人说明了目前的粮食还够吃5天的情况，以及开车外出找补给的计划。这种事情只能交给在场人里成功率最高的八脸去完成。他没有兴趣知道八脸的过去，只知道八脸不是坏人就够了。这时城管也为自己刚刚的冲动道了歉，八脸同样说了抱歉，自己也有冲动的地方，这让郑载宪感到很欣慰。看起来八脸并不是冷血动物。阿贤在走廊上闲逛时听到了智秀弹琴的声音，于是便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。他觉得智秀正在弹奏的歌让他有了家的感觉。智秀给这首歌取了名，就像阿贤刚刚说的甜蜜家园。天亮后，腹痛再次发作的智秀想要上厕所，但恩佑故意在里面听歌不出来。直到看见脸色惨白晕倒在地上的智秀，才意识到情况不对。恩赫凭借着读医学院时学到的知识判断，智秀这是患了阑尾炎，一旦病情加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现在的条件下，动手术的成功几率不大。恩赫决定提前计划，由阿贤、八脸和幼丽父女组队外出寻找手术工具，自己则留在这里为智秀进行手术，以防万一。他还特别叮嘱阿贤，这次智秀的生命第一，食物类的资源必要时可以放弃。巧的是，今天就是阿贤原本决定自杀的日子。车上，阿贤和八脸聊起了自己为什么变成这样的过去。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他好心地向同学金道勋伸出了援手，金道勋却恩将仇报，威胁班上的人霸凌了他，不光扬言要杀光跟阿贤说话的人，他还威胁要开除在自家公司上班的阿贤的父亲。阿贤终于忍无可忍还了手，而金道勋也告诉他了为什么要针对他的原因，仅仅只是因为他帮助自己的那天天气很晴朗。而家人在知道这件事后，不仅没有替他说话，还纷纷做出了懦弱无能的举动。那天开始，他恨上了家人。某天晚上，他看到金道勋在拿同学的生命取了，直接一把将他推到马路上。经过的车子及时刹闸，捡回了一条命的金道勋反而起了报复心。阿贤的父亲因此被公司开除，被阿贤救下的同学反而责怪他多管闲事，因为金道勋承诺只要自己那晚被车撞死，就能支付自己母亲的药费。现在钱是1分没拿到，母亲也没了。他本来能成为更好的人，可现实却是如此荒唐。也是在那天，阿贤开始自甘堕落，整天沉迷在自残和游戏中。车子开出去没多久，就被外面的怪物狠狠地掀翻，损毁严重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